这是一期有史以来我出过最震撼的人物解读，时间跨度长达75年。我以前对庆乃的印象都来自于营销号对她的调侃，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却错过了上个时代最闪闪发光且耀眼生命力，以及极度顽强至今无人能超越的一个女性。我们今天的强武力女主，战斗力爆表，乳腺畅通，爽文剧情等等，其实都是庆乃早在50年前就已经玩剩下的。时至今日，我们所处的时代才赶上了庆乃50年前就有的认知。最近庆乃和向太、蔡明、倪萍、李小冉上了一个综艺节目叫《一路繁花》，所有嘉宾当中她年纪是最大的，顶着75岁的高龄上演了一场什么叫做超强能量磁场和超绝生命力。蔡明低血糖的时候开始发抖，他就立刻飞奔去找饭店，所有人都吃得差不多了，庆乃才刚刚开胃，然后满满一大桌子的饭硬是被庆乃吃到一点没剩。李小冉在开场想要旅行的时候惬意一点，庆乃就觉得他矫情，不要一天让我们看7、8个点儿，睡到中午起来喝个咖啡，然后想想我们去哪儿啊，你还要多享受，直接给他送上了高位，又睡12个小时，又要商务舱什么的，我就是你们这个说了算，他们俩垂帘听政，决定一个什么事儿，好，我就看你的，然后再商量，最后说我决定睡12个小时，就是这样。没有，我也可以1个小时不睡。给李小冉气到在节目当中大脑直接被劫持宕机，导致后续他在跟庆乃沟通和互动的时候一点巧劲儿都没有，使得全是北京军区大院孩子的那种直耿耿的蛮劲儿和狠劲儿。看完这个综艺节目之后，好喜欢庆乃，然后我就看了他2本自传。我发现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庆乃之所以不了解或者是有误区，是因为2个点。第一个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庆乃最繁盛和爆火的年代，庆乃爆火在80年代，而那个时代是一个处处有规训、处处有思想刚硬的时代，但是他竟然从方方面面的大胆的搞砸了每一次社会对他的规训和教导，有着超越时代的智慧和韧性。第二，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电影导演和明星是中国的第5代导演，也就是张艺谋和陈凯歌这一代，而刘晓庆当年合作的是第3代和第4代导演，甚至第5代导演都是他一手捧出来的，所以就导致我们对庆乃知之甚少。而刘晓庆这3个字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中国电影整个时代的符号，也被称作为刘晓庆时代，因为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1位家喻户晓的巨星。这个巨星和家喻户晓怎么定义啊？就是你把《还珠格格》、流星花园、四旦、双明、归国、四子、TFBOYS 极盛时期全部叠加在一起的势能，才稍稍能与庆乃当时一个人去做抗衡。庆乃其实堪称是现在所有顶流和爆火影视剧当中的祖师奶奶。但是当时呢，我也是确实是名扬四海，特别火嘛。那种火的程度就是现在很难想象，很难想象。我觉得在全世界可能这种情况都比较少。因为当时中国只有电影，不光是我一个人啊，只要是电影明星，完全不可能上街的。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造成交通堵塞，而且有生命危险，被观众踩在底下。好几次都觉得活不成了啊！那个时候的时代是比较特殊的，中国只有电影，没有任何其他的娱乐方式。香港电影都是在这之后才出现的，那个年代甚至都还没有娱乐圈这个概念。而在国内含金量最高的电影奖项金鸡奖是创立于1981年，但是在这个之前，庆乃就已经拍了8部电影了。如今神坛上地位超高的巩俐和刘冲，在刘晓庆时代，他们都只能在庆乃主演的电影里面打酱油。那个年代一年最多也就能拍10几部电影，其中一半都是庆乃主演的，电影票房2毛，光庆乃主演的电影票房就能积累到1.2亿，所以那个时候千家万户过年的挂历全都是庆乃，只要是庆乃穿过的衣服都会卖爆大街小巷。那个时候好多江浙沪第一次干服装小老板，他们都是靠卖刘晓庆同款才实现了财务自由的，这种神迹就被称作是刘晓庆现象。其实庆乃他是出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时代的，连当年拍电影都是，因为当时用的是胶卷，胶卷是有限的，你拍完1卷就没有了，所以每一个演员他只有1次演出机会，是没有2次重拍的机会的。所以庆乃在第一次拍摄电影的时候，他天天去观察自己的角色是怎么生活的，渔民是怎么学着拿枪、学着端枪、学游泳的，然后把自己的皮肤晒得黢黑。之后他哪怕出演任何一个很小的角色，只是一个售货员，他也是体验完了售货员的真实生活之后，他跟每一个镜头都做了18种预案。真正让刘晓庆火遍大江南北的电影是小花。拍这个戏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是需要抬担架的，因为他抬担架的那个山上全都是很碎的石子儿，再加上担架也很沉，他为了完成这个镜头，拍摄了一整天，膝盖最后溃得血肉模糊。在那个没有特效化妆的年代，一切全都靠最真实的场景来还原。庆乃一生的经历，别人经历一遭都未必能受得了，但是庆乃硬是一步一步跳着明媚的舞步翻越了过去。所以我总结了2条庆乃的精神内核，非常适合恋爱脑和处于困境当中的女生们去吸收能量。第1条，庆乃她虽然一生都在逃脱婚姻，但是她的每一段恋爱都是她生命旅程当中的一场艺术创作，只取其精华，不留其痛苦。男人对她而言都只是用来体验人生和恢复能量。
量的，因为爱情是他所有社交关系当中最小的单位，事业才是他的主心骨。而那些早期站在刘晓庆身旁被巨星光环笼罩过的男人们，无一例外都从籍籍无名跃入了上升通道，并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弯道超车，夯实了自己的生命一家权。戚乃如今是8个男友啊，但是之前经历了4段婚姻和7次恋情。戚乃为了落户北京，先是嫁给了总政歌舞团的钢琴家王丽，这是戚乃的第1段婚姻。因为每一个人结婚都不是为了离婚，因为不同行就是没有办法。之后因为拍摄《心灵深处》遇到了对手男演员陈国军，然后戚乃就全力扶持他做一名优秀导演，每一部戏戚乃给拉投资，然后在台前做女主角，又在台后做制片人，整个人忙得焦头烂额，终于辅佐陈功金拥有了坐上中国影坛导演牌桌的筹码与资格。这是戚乃的第2段婚姻。然后戚乃到了33岁，当时她在影坛是属于断层式的碾压所有女性的超一线影后，咖位大家可以理解为今天的巩俐加章子怡加杨紫琼加刘亦菲加赵丽颖。这个时候她在拍摄《芙蓉镇》，所以就与刚刚出道22岁的姜文相遇了。那个时候姜文在演员这条路上处处碰壁，一直有一个导演梦，原本打算自己要去美国学10年的电影的。然后刘晓庆就觉得你这个认知是不对的，然后鼓励他，你不要等，你现在就去做，告诉姜文你只需要想清楚你自己想拍什么样的题材，投资我来帮你搞定，班底我来帮你组建。当时处于时代洪流下的姜文，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一切对自己的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只是听话照做，他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会因为一段恋爱成为被命运垂青的宠儿，人生从此迈入到向上跃迁的快车道当中。但起初因为第一次拍摄没有经验啊，所以刚拍摄不久就把400万的投资款全部花光了，然后在刘晓庆的不懈努力之下又对外借款了600万，才最终完成了姜文电影的处女作。这部电影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原本女主的人选也是按照刘晓庆来写的，但是刘晓庆却主动为姜文选择了更为适合的女主人选宁静。之后这部电影斩获了6座金马奖杯。当姜文的同龄人都还在建组找戏，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儿的迷茫生活当中，姜文却以金马为超高起点，直接弯道超车，如乘火箭般在庆乃的扶持之下开启了第5代导演的时代。同代导演还有陈凯歌和张艺谋，这份恋爱所给予姜文的光环他已经享用了34年，并且一直沿用至今。随后庆乃从商2年，2次登顶了福布斯富豪榜，在还没登顶第3次富豪榜的时候，他就因为税务问题在狱中度过了422天。这段日子阿峰一直陪伴在庆乃的左右，所以庆乃出狱的第2天就跟阿峰登记结婚。同时在这个阶段，作为前男友的姜文也在为庆乃的官司忙前忙后，并请来了北京最有名的4大律师为庆乃辩护。之后一个香港富商是家居大王，他追了庆乃20年，名叫王小玉。最后2人在王小玉全家的支持之下，庆乃又进入了第4段婚姻。长大了以后觉得其实幸福的婚姻其实不多，可以说很少很少很少，甚至是没有。但是在当时我是相信有幸福的婚姻，就在想哪怕只有1对幸福的婚姻我也要去努力。我觉得我一生都在逃脱婚姻。我觉得其实我在一定的程度上，我觉得为什么要有婚姻呢？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吗？照样有爱情，照样有所有婚姻的内容，而没有婚姻的智库。就是婚姻这个形式对人性来讲其实是相反的，是不人性的。有网友就说是那个时候我是领先了时代，现在是时代赶上了我。我觉得是一个具有今天的思想观念的人在一个错误的时代。纵观庆乃的整个人生感情历程，我会发现命运给他什么，庆乃就接受什么，他从不拒绝新的人新的关系进入到自己的生命。在那个年代，庆乃作为顶流女星，能够带给另一半的启发和稀缺性资源是巨大的。而那些前后进入庆乃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男人，庆乃都在用天使投资人般的眼光去挖掘他们身上的每一道闪光点，然后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然后尽自己所能为他们连接人、连接钱、连接一切的顶尖资源，帮他们突破个人能力的上限与天花板，将对方送到事业的顶端。即使是这样，他也从来没有抢过伴侣的风头。这么多年以来，他至始至今在爱情当中，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年纪和地位，他一直都是一个温润如水、会撒娇的小女孩。哪怕为这些男人付出到最后，最终的受益人不是自己，他也从不后悔，反而是那些被庆乃分手后的男人会短暂的去憎恨庆乃，但是时过境迁之后，对庆乃却是无尽的感谢与忏悔。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婆，我很会照顾人的，所以每一次我觉得他们都会对我很怀念。第二，无论在困境和逆境当中，永远要当第一名，永远主动，永远不畏惧权威，永远争取利益。庆乃妈妈说，庆乃就算吃屎也都要吃屎尖尖，所以年轻的时候做农民、养猪、采棉花都是要做第一名的，干农活的时候也要赢过男同事，所以导致他积劳成疾，月经来了整整1个月。而改革
革开放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家鼓励生育，所有人都觉得离婚是一件特别耻辱的事儿，他就敢于做第一个公开离婚并打胎的女明星。得知当时最有名的导演谢晋要拍摄电影《芙蓉镇》，他也明知谢晋的电影是从来不找女明星做女主角的前提之下，他连写了3封自荐信，又打电话又发电报，去大方主动的争取，告诉导演女主非他不可。这个时候谢晋就要拍《芙蓉镇》，谢晋是一直那全中国最火的导演，一直是上坡路，每一个女演员都很希望跟他合作，但是他根本不请明星，所以我从来没有认为我可以跟谢晋导演去合作。后来就看了一下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啊，这个角色别人是演不了的。我首先闪过，反正也选不到比我更合适的。另外一个我知道他不会请明星，最终他获得了饰演女主的机会，然后就遇到了姜文，一手打开了第5代导演的天下。拍《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剧组在片酬还有吃住行上区别对待大陆艺人和港台艺人。庆乃是女一，但因为她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剧组在拍摄的时候甚至都没有给她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没有房间就罢了，甚至连一张床位都没有。所以作为剧中女一的她是一直睡在女配房间的地板上的。而第一次拍摄电影的梁家辉不仅片酬高，吃饭的时候待遇还好，又有肉又有米。而内地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不仅片酬低，吃饭只有馒头和黑疙瘩咸菜。然后刘晓庆就因为剧组区别对待吃饭这件事儿大闹剧组，然后工作人员妥协就给她吃肉，但是刘晓庆还是拒绝，她说我一个人吃不行，要大家都吃肉吃饭。被她这么一闹，全剧组都吃上了肉。刘晓庆非常清楚核心权力只能争取一个，所以自己可以睡在地板上，自己也可以片酬低，但是我的团队不能再吃苦。大家对于顶流这件事儿都会觉得生活非常的奢靡，但那个年代他的收入却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因为他作为81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所以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块钱，一场演出2块钱，然后靠他这点工资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那个年代的货币度量衡，我姥爷是部队的，他在那个年代工资跟刘晓庆一样也是50块钱，那个时候的普通人一个月工资是10到20块钱，用当时的房价来对比会明显一点，一套50到60平米的房子是1万块钱，所以当时的万元户就相当于现在的千万富豪。那个时候刘晓庆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别的国家的演员过来的时候都是需要他去接待的，而他也会经常去到别的国家做访问，但是出席其他国家的时候他却连一个接待的礼服都买不起，他只能去服装车间借别人已经穿破了好几个洞的戏服，所以迫于无奈才在90年代庆乃不得不决定转行从商，从起步就直接进入了福布斯富豪榜的巅峰。当时整个中国大地满地是黄金，都等着庆乃去捡。当时呢，我做生意的时候，中国的土地完全是一片荒原，就哪怕像我们这种三脚猫，这里就可以横七竖八的，像我们这种先把位置就给站好，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好做，从一开始起做就基本上就在盈利，成立了好多公司，后来最后留了25家。当时就有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就觉得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就是中国大地就随便任我去比划。之后庆乃的人生进入到低谷，即使这样，哪怕在狱中做劳动、做拔草，他也要争当第1名，而且他还积极举办了多项的活动，因此又获得了很多奖项和好评，成为了当时其他囚犯的好榜样。偷税的事情又不会死嘛，他只要不枪毙我，那只要放出去又是一条好汉。出狱之后，在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庆乃一个人，因为全家都因为税务问题进去了，还没有出来，所以他就自己一个人跑去横店待了1年，从没几句台词的群演，然后配角老妈子做起，重操了演艺事业，就这样一点点才还清了1000万的税务罚款。其实你看完他的感情和他的事业，你会发现在他身上你看不到任何时代带给他的束缚，所以他才可以用1辈子的时间活出了别人好几辈子的体验。庆乃的一生，他的野心从来没有写在过脸上，因为野心写在脸上说明还没沉在肚子里，但是庆乃的野心也不在肚子里，而是融入了他的血肉当中。庆乃还有几句名言分享给大家：中国女人不要过早的放弃自己，我会年轻的为自己活着，为别人活着就是扼杀了人性，生命在延续，道路在我们脚下，历史靠自己去写，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清醒快乐，风华绝代。